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本书的部分内容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因为许多人，包括您自己在内，都在努力工作，既是为了家庭，也是为了公司。许多人在深夜工作，忍受不合理的工作安排，日复一日的辛勤工作。虽然大家都在各自的环境中努力，但遗憾的是，这些日常努力并不总是科学上正确的。今天我将介绍99.9%的人是幸福的门外汉这本书。作者指出，我们日常的许多努力在科学上并不符合幸福的原则。这些日常努力可能仅仅是为了生存，而并非为了让我们获得幸福。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但即使在相同年龄、性别、职业、收入和居住地点的人群中，仍然存在幸福和不幸福的两种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接受过幸福学的教育。就像学过数学的人会计算，而没学过的人则算不出来一样。您的幸福程度取决于您对幸福知识的掌握程度。我们在学校里是否学习过关于幸福机制的课程呢？很可能99.9%的人从未接受过这种课程。然而，如今随着对幸福的研究迅速发展，科学已经揭示了人在何种情况下幸福感会增加，以及哪些行动能够让人感受到幸福。如今，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手段自己创造更多的幸福。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关于如何实现幸福的知识。在这本书中，我们将一起深入学习相关知识，并在生活中实现更多的幸福。那么，让我们深入探讨这本书的内容吧。今天的内容如下：第一章，科学的增加行动量并持续努力的方法。第二章，关于被他人讨厌的勇气是通向不幸的开始的观点。第三章，关于如何通过金钱获得幸福的方法。首先，让我们从第一章，科学的增加行动量并持续努力的方法开始解释。请大家认真思考一下，您个人真正的幸福是什么？这可能是一个让你一时难以回答的问题。您在生活中有哪些愿望呢？比如，你想赚钱、结婚、出名、住在大房子里、开豪华车等等。这些愿望真的是您内心深处真正渴望的吗？如果实现了这些愿望，你会真的感到幸福吗？以孩子为例，有人通过养育孩子获得幸福感，但也有人因育儿压力而选择放弃，甚至出现育儿抑郁症。有些人即使没有孩子，也能感到幸福。这说明幸福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社会上普遍认定的这是幸福的典型形式，并不一定适合您。当被问到自己真正的幸福是什么时，许多人可能会感到突然，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从未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生活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流逝，我们已经习惯了平凡的日子，很难去探究自己真正的幸福。然而，许多人陷入的这种状况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这样的生活方式只会迎来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要想摆脱平庸的日常生活，明确自己追求的幸福状态是绝对必要的。对于那些觉得这很难的人，我将分享一个简单的方法，帮助你明确自己追求的幸福状态。首先，确定您不想要的不幸状况，例如不信任他人、不被他人信任、无法自主赚钱、行动和选择受限等。列出这些您不想要的状况，然后将它们反转过来。比如，如果您讨厌总是烦躁，那么反过来就是保持愉快，时刻保持微笑。如果您不被信任，那么反过来就是获得他人的信任。这些反转后的状态就是您追求的幸福。然而，即使这样，您可能仍然不确定这些反转后的状态是否真正符合您的幸福标准。为此，我建议您尝试庆应艺术大学研究的日历标记法。让我简要解释一下这个方法。首先，准备一个手账本，每天临睡前或一天结束时，回顾这一天是否是幸福的一天。如果是幸福的一天，就在手账本上画上双重圈；如果是一般的日子，就画一个圈。如果是不幸福的一天，就画一个叉，然后简单写下一句话说明理由。通过实践这种日历标记法，您可能会惊讶地发现，
自己认为会带来幸福的事物，实际上可能与想象的有所不同。举个例子，作者曾经认为增加收入、出版更多的书籍或提高销量会带来幸福。然而，当他尝试了这种方法后，他发现自己最快乐的时刻并不是书籍销量增加时，而是在收到评论区的反馈时。比如，因为这部视频，我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感受到了幸福；或者在和妻子一起外出时，这让他意识到，他真正感到幸福的时刻是与他人建立联系或帮助他人的时候。从那时起，作者在自己的目标中增加了帮助他人和重视与妻子的时间。通过实现这些目标，他总是能感受到幸福。他建议大家，如果您还不清楚自己在哪些方面感到幸福，可以尝试使用日历标记法来探索自己。通过这种方法，您可以发现哪些因素影响您的幸福感，并了解自己真正追求的幸福状态。然后您可以采取行动，保持这些状态。幸福感的持续时间也有区别。如果幸福感能长久持续，那就是高效的幸福；如果瞬间消失，那就是低效的幸福。幸福感有两种类型：持续时间较长的幸福感和持续时间较短的幸福感。判断这两者的关键在于地位财富和非地位财富。所谓非地位财富，是指您不需要与他人比较就能感受到的幸福。这种幸福感往往会持续很久，例如与同事建立良好的关系或友谊，不会因为与他人比较而降低幸福感。这就是非地位财富的幸福。相反，地位财富是指通过与他人比较获得的幸福感。这种比较可能会带来快乐，但如果发现他人比您优秀，或者您习惯了这种状态，你会追求更高的目标。快乐往往难以持久。例如，购买豪车可能会带来幸福，但如果发现熟人拥有更好的车，您的幸福感可能会减少。了解了地位财富和非地位财富的概念后，请重新审视之前反转的不幸状况，看看哪些对您来说是真正的幸福。如果只是追求年薪1000万日元之类的目标及地位财富，即使实现了也难以长久保持幸福。您仍需继续努力。一方面，不与他人比较便能感受到的非地位财富，因为能持久地带来喜悦，常常被认为是无条件的好事。然而，为了持续努力，地位财富也有其优点。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道理呢？我将介绍一种令人惊讶的机制，让任何人都能够持续努力。这种方法是将地位财富和非地位财富巧妙融合到自己的目标中，成为行动力的源泉。如果你想立即采取行动，可以将地位财富作为目标。例如，当作者辞职后没有收入时，他首先设定了月收入超过300万日元、住在宽敞的房子等地位财富目标。以地位财富为目标的优势在于，短期内它能激发强大的行动力。另一方面，非地位财富能够给予我们持续努力的动力。如果您立刻采取行动，并将地位财富作为目标，但仅凭意志力和决心难以长期坚持，这时如果您获得了非地位财富，您便能长时间保持幸福感，从而持续努力。作者在没有收入时，凭借对地位财富的追求获得了动力，但同时他也从支持他创业的父母温暖的关系中得到了力量。这就是非地位财富。正因为这两者的结合，他才能持续努力。换句话说，根据您的情况，选择追求地位财富或非地位财富，您既能增强行动力，又能保持持续努力。这种做法可以让您更加有效地追求目标。如果您追求通过月收入300万日元来吸引异性，这是一种典型的地位财富，在短期内可能会带来动力。然而，这种短暂的动力可能无法持久，因此您需要将地位财富和非地位财富相结合。例如，通过实现月收入300万日元的目标，您可以增加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建立更幸福的人际关系，这有助于您持续努力。接下来，我将解释第2章关于被他人讨厌的勇气是通向不幸的开始的观点。有些人表现得不在乎他人的恶语或批评，
认为这只是浪费时间。但作者认为这些人可能在自我欺骗，因为没有人愿意被讨厌。但为什么不被人喜欢会如此影响我们的心情呢？哈佛大学对人的幸福度进行了一项长达75年的研究结果，给出了答案。这项研究对268名哈佛大学在校学生进行了长期追踪，研究他们毕业后在健康、事业、婚姻、育儿等方面的变化，持续跟踪他们的人生长达75年。这是一项令人惊叹的研究。研究发现，在研究对象中，最幸福的前10%的人能够在生活中建立起温暖的人际关系。他们相比于那些无法建立温暖人际关系的人，年收入更高，在专业领域的成功也多出3倍。幸福度和职业成功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他们是否能建立起温暖的人际关系。科学研究表明，只有能够建立温暖人际关系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即使您表现得不在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但如果您无法与他人建立联系，这样的生活并不是真正的幸福。温暖的人际关系对我们的幸福感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也能提高我们的收入，使我们在专业领域取得成功。因此，没有必要刻意让自己被他人讨厌，这实际上是通向不幸的道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要强迫自己与不喜欢或不合得来的人交好，您只需保持一种不被讨厌的关系。那么，如何建立不被讨厌的关系呢？接下来，我将介绍一种建立这种特殊关系的方法。建立正确的温暖人际关系的关键在于爱人的能力。科学研究表明，爱人的能力与大脑中 AVP 受体的浓度有关，这是先天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方法来增强爱人的能力。一种方法是增加身体中催产素的水平。催产素被称为爱之激素或幸福激素，它还被称为羁绊激素。催产素在大脑中的浓度增加时，人们会更喜欢他人，更愿意与他人亲近，增加共情心，并对人们更加友善。这意味着被大家都喜欢的人通常催产素水平很高。通过增加催产素水平，可以显著增强爱人的能力，从而建立起温暖的人际关系。为了实际提高爱人的能力，我想介绍3种促进催产素分泌的方法，请尝试选择一种适合您的方法并付诸实践。方法1：身体接触。研究表明，人与人直接接触可以促进催产素的分泌。最有效的方法是8秒拥抱，即与对方持续拥抱8秒。例如，早上出门时与伴侣或孩子拥抱告别，培养这种习惯，这不仅能增加您的催产素分泌，还能提高对方的催产素水平，从而提升双方爱人的能力。这个方法简单易行，值得一试。方法2：观看温馨电影。人类大脑中有镜像神经元，这些神经细胞可以将视觉信息认定为自己的体验。通过观看温馨电影，可以让温暖的情感通过视觉传递到大脑，让您产生共鸣。这种方法有助于您感受到他人的温暖和情感，从而提升爱人的能力。方法3：选择每周的某一天集中行善。通过行善行为可以促进催产素的分泌，提高共情能力和对他人的友善程度。您可以选择每周的某一天集中进行善行，计划至少做5件善事。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每天行善效果更好，但美国加州大学的研究表明，每周集中在一天进行善行，比每天行善更能提高受欢迎度。请尝试以上方法中的一种，看看能否帮助您提升爱人的能力。行善的方式，如果每天只做1件善事，可能在一天结束时就忘记了。但是如果你每周选择一天做5件善事，这样不仅能让您记忆深刻，还能促进催产素的分泌。因此，请记住，与其每天一点一点的行善，不如集中一天大量行善，这会更有助于提高你爱人的能力。接下来，我将解释第3章关于如何通过金钱获得幸福的方法。人们常说，金钱不是一切，或者说金钱不能买到幸福。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呢？事实上，金钱是可以购买幸福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教授指出，收入越高，
感受到的幸福感也越高。拥有金钱肯定是有益的。卡尼曼教授的研究发现，年收入达到800万日元之后，收入增加对幸福感的影响变得微乎其微。这意味着，虽然在达到800万日元收入之前，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但超过这个数值后，收入再增加对幸福感的提升几乎没有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努力提高年收入，至少达到800万日元的水平，以提高我们的幸福感。那么，为什么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幸福度却保持稳定呢？您是否想将收入提高到目前的2倍？如果您真的实现了这个目标，您认为您的幸福度会增加多少？或许你会认为，收入翻倍后，幸福度至少会增加1.5倍。然而，根据某项研究，即使收入增加2倍，我们的幸福度只会增加9%，9%的增长确实很少。这是因为，为了将收入增加到2倍，我们可能不得不牺牲很多东西。您可能需要减少睡眠时间，增加工作时间，甚至牺牲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此外，您可能还需要在休息日加班。这些牺牲意味着，即使收入增加了，我们的幸福度也不会相应的增加太多。那么，我们该如何做才能更幸福呢？答案是改变我们对金钱的使用方式。通过改变现有收入的使用方式，而不是增加收入，我们可以提高幸福度。当然，如果您认为赚更多的钱会让你更幸福，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那么可以尝试首先将年收入目标定为800万日元，并尝试朝这个目标努力。但更重要的是改变我们对金钱的使用方式，这对幸福度的提升至关重要。接下来，我将介绍一种科学证明有效地增加幸福度的金钱使用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式与使用金额的多少无关，而与使用频率相关。也就是说，您可以在当前收入水平下实现这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您甚至不必将收入增加到800万日元，就能实现更高的幸福度。如何通过具体的方式使用金钱来提高幸福感呢？答案是将金钱投入到经验和体验中。当我们回忆过去快乐或感动的时刻时，往往想到的是我们所经历的事情，而不是购买品牌商品时的喜悦。花钱在获取经验和体验上，可以让我们产生更多幸福的回忆和快乐的事件。将钱花在经验和体验上的满足感，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而相反的，将钱花在物品上时，幸福感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这是因为购买物品后，可能会带来一些压力，比如在街上看到别人也拥有相同的物品而感到失望，或者物品被弄脏或损坏，以及新款产品的出现让我们的物品变得过时，从而产生失望。因此，要提高幸福感的最佳金钱使用方式是将钱花在经验和体验上，而不是物品上。科学研究已经揭示了哪些类型的体验和经历可以增加幸福感。这可以总结为以下4个条件：一、将金钱用于与他人交往，结识新的朋友，体验与社会的联系，从而增强对世界的参与感；二、将钱花在可以让您多年后仍然愉快地谈论的经历上；三、使用金钱追求理想中的自我形象或接近您希望成为的自己；四、将钱花在难以比较的独特机会中。满足这些条件中的一个或多个，可以最大限度地让您从金钱中获得喜悦。当您在决定如何花钱时，可以考虑这些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此判断自己是否在以一种能让自己幸福的方式花钱。此外，研究还表明，将钱花在他人身上比花在自己身上更能提升幸福感。幸福感的提升与金额的大小无关。无论是500日元还是1万日元，只要将钱花在他人身上，就会增加您的幸福感。这是因为，当我们为他人花钱时，大脑会将其识别为自己足够富有来分享，从而提升了幸福感。最后，我想以介绍作者的留言作为结束。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事情往往不会完全按照预期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偏离追求幸福的目标。
我们为什么生活？为什么努力工作？为什么承受痛苦？无论答案是什么，最终都是为了追求幸福。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许多人并不真正了解什么是幸福。他们认为在大公司工作并获得高收入，或与理想的伴侣结婚并建立理想的家庭就是幸福。幸福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标准，并坚定地追随它，这样您就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或与他人的比较。通过了解自己在什么情况下感到幸福，您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幸福之路。幸福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独特的。在今天的讨论中，您可能对某些观点表示认同，而对其他部分持怀疑态度，这都没有问题。关键在于你要了解自己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方面感到幸福，这就是您的幸福核心标准。拥有这个标准的人非常坚强，因为他们可以坦然接受自己，不再与他人比较。他们明白，即使别人以某种方式感到幸福，但我的标准不同，这样就不会再与他人相比。因此，请尽早找到属于您自己的幸福标准。一旦找到后，如果你喜欢赚钱，那就尽可能的去赚；如果您重视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那就优先考虑这些时刻。重要的是找到属于您自己的幸福标准，并以此作为首要行动准则。每天都要感受到幸福，这样您才能真正享受生活。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